赤马弘羊的前世今生，它究竟是妖言惑众，还是真实存在的天道气运？前言：赤马弘羊节的来历。关于赤马弘羊的来历，最早出自于道教正一派的第30代天师张继先。张继先天师9岁就成为第30代天师。1106年，他在觐见宋徽宗的时候，非常郑重地提醒：1126年、1127年，大宋可能会面临极为凶险的赤马弘羊节。结果，宋徽宗只顾着炼丹修仙，沉迷于诗词歌赋、玩女人，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警示当回事。后来的悲剧大家都知道了：1126年，金兵兵临城下；1127年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俘，北宋灭亡，史称靖康之变，实为上下5000年我泱泱中华第一大耻辱，靖康之耻。在民间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过赤马弘羊节，其中南宋时期的中书省太学上赦柴望更是对此赤马弘羊深信不疑。南宋时期外患严重，朝廷上下普遍感到无望。柴望他作为当朝官员，想通过总结历史来改变命运，于是他将秦昭襄王时期到后汉时期，也就是公元前255年到公元947年，总共1260年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统计。1246年，他写下了一本小册子，叫《丙丁归鉴》。在这本书中，柴望发现一共出现了21次的丙午丁未年，而且每次国家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灾难。第一章：玄机溯源，为何赤马弘羊如此特殊？干支能量的极致，物极必反的前夜。赤马弘羊，它之所以被视为节，而非普通的流年，核心就在于干支一气与五行极值。2026年丙午年，也就是赤马。我们看一下丙午一柱，它是60甲子中火气最纯的。天干丙为阳火，如太阳之火，猛烈高亢；地支午为阴火，来火之精华，而且午火它是火的地旺之地。腊阴虽为天和水，但是在正五行上，这是火上加火。而2027年丁未年，也就是红阳年，天干丁为阴火，如灯烛，炉野之火，但是这把火作未土，未为燥土，也就是木库，它也是夏末最热之时。丁火得未土之余气，被名为阴火，实则如余烬复燃，烘炉燎原。玄机所在，易经中有言，亢龙有悔。这2年接连出现，意味着火的能量在宇宙磁场中达到了顶峰。火它主炎上，主躁动，主精神礼仪，也主兵戈与虚火。当一种五行能量过分集中，必然导致五行失衡。这不仅是自然界的热度，更是人类情绪、社会局势的燥热，故称为节。第2章：五行横向对比，为何独独火有此恶名？我们知道五行它包括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既然有纯火，那必然也有其他纯粹的五行流年存在，比如说纯木的甲寅流年，纯金的庚申流年，纯水的壬子流年。为何唯独赤马弘羊传闻最广，名声最臭？这就与火的特殊属性有关。五行中，木主生发仁慈，金主变革刚强，水主润下智慧，土主包容诚信。它们的能量释放通常是渐进的或者有形的。而五行中的火，它不仅没有固定的实体，而且其性最为暴烈。而在八卦中，火是离卦，它主气、主神、主快速的毁灭。火能在瞬间改变物质形态，比如说火烧连营、喷发、爆炸、粉灭。而在人类社会中，火对应战争、瘟疫、高烧、急症、暴乱，这种突发性和毁灭性给人类留下的心理创伤最深。第2，五行中火能克金，金它代表制度，也代表经济。因为在八卦中，乾卦属金，代表天，代表君主，代表社会秩序，代表稳定和金融系统，而火旺则金融。所以在历史上，丙午丁未年往往伴随着旧制度的崩塌或者经济秩序的重塑，所以给人的体感最强。第3章：近300年大数据，历史是否在重演？为了从历史中寻找理论的依据，我统计了近300年，也就是5个60甲子出现的赤马弘羊的年份。我们来看一看是否真的有结束。我们倒过去推，上一个赤马弘羊是1966年到1967年，国内的局势极度的动荡。在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爆发，社会秩序重构，红卫兵代表红色这种运动席卷全国。而世界局势，中东的6日战争爆发，越南战争升级，全球左翼运动高潮。这次的赤马弘羊，人祸为主，思想震荡。再往前推，1906年到1907年，中国的局势。晚清飘摇，预备立宪，同盟会策划平流里起义。而世界的局势，旧金山大地震、火灾毁城，美国金融大恐慌。这2年是以天灾加金融动荡为主。再往前推，1846年到1847年，中国的局势，这是太平天国的前夜，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，也就是佛教。大清内乱始动。世界的局势，美墨战争爆发，爱尔兰大饥荒达到顶峰。1848年，欧洲革命的前奏。这2年是以战乱加饥荒为主。再往前推，1786年到1787年，中国的局势，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，天地会活跃，也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隐患期。世界的局势，美国的制宪会议旧制度变革，法国大革命酝酿期。这2年是变革前夜的躁动。再往前，1726年到1727年，
中国的局势，雍正皇帝整顿吏治，查抄贪官，文字狱开始抬头，高压政治凸显；而世界的局势相对平稳，但是欧洲多国陷入继承战争的余波。这个赤马弘扬以政治高压为主题。结论：从这300年看，发生毁天灭地自然灾害的概率并非100%，但是社会动荡、战争、变革、思想极端的概率极高，这符合我主神、主礼、主兵的特性。无妄之年，人心思变，容易走极端。赤马弘扬遇上九子离火运，叠加的概率3元9运，每运20年，总的周期是180年。180年一个大的循环中，60甲子走3轮，因此从数学规律上，每一个九子运，也就是20年，必然包含一组丙午丁未年。而上一次的九子运是1844年到1863年，它包含1846年到1847年的丙午丁未年。玄机解读，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宇宙的共振。九子离火大运是大环境的基调，它主火主虚拟科技战争，也代表中女，代表精神文明。丙午流年是这个大运中的多风，可以理解为九子离火运，这是正在加热的水。而2026年丙午年，它是水沸腾的那一刻。这种叠加会将离火的所有特性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放大到极致。第5，千年回眸，双火叠加时的历史巨变。为了锚定真伪，我们必须看上几次九子运加赤马弘扬发生了什么。这是一份惊人的历史清单。上一个双火叠加发生在1846年到1847年，也就是上元9运。此时的中国，洪秀全与冯云山制定了使团天条，为太平天国运动，也就是上洪的拜上帝教，奠定了思想的基础。而此时沙俄武装入侵新疆，当时中国的多地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，多地水旱之灾，云南、青海回民暴乱。结局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彻底的崩解，而世界范围内，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，共产党宣言发表。工业革命进入高潮，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矛盾激化，美墨战争爆发，爱尔兰大饥荒加剧，100万人死亡。再往前推一个双火叠加的年份是1666年到1667年，也就是中元9运。此时的西方，法国、荷兰对英宣战，伦敦大火几乎烧毁全城，但随后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和火灾保险。而此年间，牛顿在光学、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所以1666年被称为奇迹年。此时的中国，康熙亲政，至亲鳌拜，皇权得到极大的巩固，它是政治权力的剧烈的交界期。在此2年间，华北地区蝗灾严重，缅甸入侵中国，盛京也就是沈阳发生地震，河南发生坠龙事件。再往前推，1486年到1487年是下元9运。此时的西方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夜，哥伦布提出了西航的计划，李亚时发现好望角，这是世界从封闭走向连接的开始。而中国明宪宗朱见深逝世，成都发生2次地震，而且大有巨响，陕西临潼咸阳地震，怀庆宣武大水。再往前推一个双火叠加的年份，1306年到1307年，中元9运，中国正是元朝陈武授受之变，元成宗去世，武宗政变继位，吐鲁汉皇后被废赐死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一年是日军侵华之前，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民族危机。正因为这一次的陈武授受之变，中国险险避过了伊斯兰化的厄运。同年，在山西、河北地区发生地震，云南少数民族叛乱，北方旱灾、蝗灾，南方水灾。而此时的西方发生了波西米亚王位争夺，波西米亚国王温塞斯拉斯3世被杀，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矛盾加剧。再往前推一个，就是我们开篇所提到的1126年到1127年上元9运，这是最沉痛的铁证。此年间发生了令中华民族蒙羞千年的靖康之耻。1126年丙午年，金兵攻破开封；1127年丁未年，北宋灭亡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民族、汉文化遭遇的最大的劫难之一，是典型的金被火克，而后水灭火，也就是金人灭宋朝的五行征战。而在之前的双火年份，946年到947年下元9运，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破大梁，灭亡了后晋，由此中原陷入混战，后汉、南唐等政权趁机扩张势力。而此年，长白山发生了被称为千年大喷发的火山活动，它的喷发指数为V7级，这是2000年内最为剧烈的火山喷发之一，导致了大干旱和饥荒。论断，所以我们得出论断，在双火叠加的历史节点，世界局势往往发生结构性的断裂与重组，而对于中国这片土地，似乎确实存在着高级的变局风险，或者是政权更迭，或者是大规模的战乱或者思想运动。第6章正本清源。2026年我们该警惕什么？基于大数据与理论模型，2026年到2027年是真的结束还是谣言？我的判断是，这并非什么世界末日，但是却是文明分水岭的剧烈的震荡期。我们可以推断，中国以及世界可能发生之事必源于战争，也就是旺火克金。火主军事、主爆炸、主冲突，局部战争极大概率升级，而且多以空袭、导弹、无人机的形式呈现。我们知道离为质，也就是鸟，它代表飞，而木火代表的东方，与金水代表的西方的对抗将会达到白热化。另一方面，在未来的2年间 ，AI 与新能源，2026年极可能是人工智能产生质变的一年，因为理主思想智慧，还可能出现金融泡沫，因为火旺必克金，全球的金融系统，特别是美元体系，可能面临一次熔断级别的危机，或者是虚拟货币新经济秩序的剧烈的洗牌。第3方面，赤马弘扬，造土烈火。
可能会发生极热天气、电力瘫痪、火山爆发或者是森林大火，将是常态。而人心浮躁、精神类疾病、极端的社会报复事件有可能高发。总结与展望：赤马红羊叠加九子离火，从玄学大数据来看，的确是人类文明周期的断档期。1126年的健康之变，1846年的旧秩序崩塌，1966年的文化激荡，都在告诉我们，这股能量它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我们不必恐慌。火既能毁灭，也能锻造。2026年对于国家是浴火重生的关键节点，而对于个人，它是修心炼性的最佳道场。谢谢大家。以火之言，照命之玄。视频篇幅有限，一些观点无法尽述，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“引言之玄”，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、情感困惑、健康生活、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，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。全网同号“引言之玄”，谢谢大家。